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，你已经变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有天，他把这些痛苦的话狠狠地对我倾诉了一遍。文字是一种武器，使尘归尘，土归土。我交往了3年的爱情，突然就化为灰烬，一口气就能让它消失。我能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，我的情绪在转变，不再祈求答案。为什么他不能更努力地经营我们的关系？对愤怒的背叛那个混蛋，他应该更加被理解。对我来说，哭泣曾经是一种健康的、偶尔的净化释放，现在这已成为我不想要的习惯。白天，我被囚禁在我内心最黑暗的角落，我的日常就是整天躺在床上，不停地刷社交媒体。每当我偶然看到我的朋友和他们的另一半的照片时，我发现自己又哭了。我觉得改变了，我没有像以前那样为他们感到高兴，我觉得嫉妒。我忍不住想，也许我真的变了，也许真的是我的错。我们的关系结束了，我明白我需要帮助并寻求治疗，这很好，但这还不够，所以我向我最亲密的朋友寻求帮助。是的，就是让我羡慕的那些朋友。然后就平生了一波内疚，我清除了社交媒体上所有的朋友，我把自己从最亲密朋友的聊天群里移出。我内心的嫉妒使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朋友的爱，我觉得自己是个负担。其中一个朋友似乎证实了这一想法，他说：你并没有尽力不抑郁，你这是在榨干我们的朋友圈，振作起来。他说那话时，我大发脾气，我甚至拒绝了每一个联系我的朋友。我被又袭来的一阵悲伤压垮了，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悲伤、愤怒、内疚的恶性循环，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。我把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绝了，即使是我把他们拒之门外，感觉我所有最亲密的朋友都疏远了我。我开始真的相信自己是个负担，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从所有人那里汲取注意力的人。我觉得自己是个自负的疯子，注定要失败。因为这个可怕的变化，所有人都离开了我。后来有一天，我的主治医生告诉了我做一些改变，释放了某种东西。他们说，生活中不变的事实就是变化。这促使我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处境。也许这不是一个无路可走的结局，而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。也许这个最低点是改变的垫脚石，是向更好改变的开始。抑郁会让一个人经历黑暗和孤独的旅程。对于那些失去了所有情感支持的人，那些仍在与抑郁症做斗争的人，那些觉得生活毫无意义的人，我想让你们知道，你们并不孤单，你们值得被爱和珍惜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你也不是犯了错，你是很重要的。